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扭转乾坤，一个通往马股大门的频道，阅股无数，通晓股市里的点点滴滴，就从这里开始。上一支影片，小朋友为大家分享了一家马股今年悄悄崛起的公司，如今也正在快速发展，而且股价也在1年内将近翻了1倍。有兴趣的朋友们，记得回去观看哦。那今天小朋友我将会来为大家分享一个比较特别的课题，也非常值得市场上的投资者们关注并学习，那就是整个 Luna 的崩盘事件。那开始前，喜欢我们影片的朋友们，记得订阅、点赞，并把这支影片分享出去哦。此外，你也可以点赞追踪我们势在必得的面子书，获得更多加密货币的新知识。链接可以在留言区内获得。那相信有在币圈还是没在币圈的朋友们，都应该有所听到这一件大事情，那就是在这几天内，币圈发生了重大事件，也就是市值第3大的稳定币 Terra 所发行的 UST 就在几天内与美元严重脱钩，也就是原本应该价值1美元的货币，在截稿时它的价格已经是跌到了 0.07 美元左右，也就是已经与美元严重脱钩 99.93% 左右。那今天这一支影片，小片我将会来为大家讲解 Luna 和 UST 的崩盘事件，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何产生挂钩，以及 Anchor Protocol 还有崩盘的原因、事情的导火线和它们将有什么方法来自救。那首先我们要了解，在币圈稳定币是非常重要的，而它们存在的意义就在于价格浮动极小，因此可以作为买卖其他加密货币的媒介，也类似电子版的美元。那除了 UST 以外，热门的稳定币就有 USDT、USDC、BUSD 等等，但它们其中用于挂钩的机制就有些许不同。那如果稳定币的崩盘对市场来说是极其利空的，毕竟以稳定意义而发行的稳定币突然之间变得不再稳定，对市场只会产生骨牌效应，引起一波抛售潮，就好像当美元大跌，市场将会涌入黄金市场寻求稳定一样。但是我们在 UST 大跌的时候却看到，跌幅最为严重的则是 Terra 区块链中的原生币 Luna。那曾经 Luna 被捧上天，从2021年的7月至2022年的3月，它的价格一度涨超过110美元，大约20倍左右，但如今却在短短的2天内跌了 99%。那在截稿之前， Luna 的价格已经是少于1美元，所以在了解了整个事情之前，我们就必须知道什么是 Luna 和 UST 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那目前 Terra 发行量最大的发行币是 UST， 而 UST 是使用一种算法来维持1对1的挂钩，并根据需求量来自动调整稳定币的供应。而 Terra 的原生代币则是 Luna， 它的最大供应量是10亿个代币，而铸造新的 Luna 需要通过协议的算法，以保持 Terra 稳定币的价格稳定。如果 Luna 的供应量超过10亿，就会销毁代币，使它供应量恢复到10亿。那之后就是 UST， 那 UST 虽然与 USDT 稳定币都对应美元，但它背后并不是以美元作为支撑资产，而是与 Luna 形成杠杆，意思就是你可以燃烧1美元的 Luna 来铸造1美元的 UST， 或者相反。所以 UST 的稳定价格是完全由市场上的套利者来维持，也就是说，假如 UST 的需求量减少，使 UST 价格升至 0.9 美元，这时套利者就会通过协议购买 0.9 美元的 UST 来销毁并铸造1美元的 Luna， 从而赚取当中 0.1 美元的差价。这样一来， UST 的供应量就会减少，以维持价格至1美元。同样的情况，当 UST 因为需求量涨而升至 1.1 美元，市场上的套利者就会购买1美元的 Luna 来销毁并铸造 1.1 美元的 UST， 所以 UST 的供应量将会变多，而 Luna 的供应量则会变少，最终恢复稳定汇率。也就是说， UST 这类的 Terra 稳定币的需求量越高的话，就会有越多的 Luna 被燃烧，而 Luna 的价格就会随之增长。那这就衍生到了另外一个问题， Terra 要如何维持 UST 的需求量呢？那我们就要来看看 Terra 所推出的 project， 也就是 Anchor Protocol。那简单的来说， Anchor Protocol 就是一个借贷平台，它将为 UST 产生 20% 的年利率。所以假设你有一个价值100美元的 Luna 代币，你烧掉它，铸造100个 UST， 然后将它锁定到 Anchor Protocol 中，你将会每年收到 20% 的 UST， 也
就是说1年后你将会拥有现有价值120美元的120 UST 稳定币，所以这也就激励了人们购买 Luna， 将它烧回并铸造 UST， 而这个机制就推高了 Luna 的价格，因为人们都将会在市场上购买 Luna， 并降低 Luna 的流通供应。相反的，当你想将 UST 换回 Luna， 然后在市场出售时，那这一个机制也将以另一个方式起作用，那就是你拿 UST 烧掉它，然后以当前价格铸造新的 Luna 代币，然后在市场上出售。而当更多人选择这样做时， Luna 的流通供应量则将会增加，导致 Luna 的价格下降。但是当时大多数人们都相信这一个系统，因为他们相信 UST 将保持挂钩并永远带来28%的收益率，所以导致 Luna 的价格大涨。但是等等，你有没有想过你的 UST 的28%是从哪里来的呢？而大多数人都从来没有问过这个问题。那如果像是 AAVE 这样的普通借贷协议中，借款人的利率总是高过你提供你的货币的利率，例如他们支付18%的借款费用，而你将会得到8%的费用，作为向流动池 Liquidity Pool 中提供代币的奖励，剩下的2%是协议的保证金。那以现实的情况来说，就好像银行向借款的人索取18%的利息，而存款的人将会获得8%的利息，那样银行将会有2%的差价收入。但是在 Anchor 协议中，这一点就有点不同，因为人们可以以28%的收益率提供他们的 UST， 但人们只需要8%的价格从 Anchor 中借款，而这也代表着 Anchor 协议一直存在着12%的负利润率，也就是说他们基本上每锁定一个 UST 都在亏损。而且更离谱的是， Anchor 协议中有一个条款，那就是他们将会向任何愿意从 Anchor 协议借用 UST 的人支付9%的 ANC 代币，而这样无疑只是为了增加流通性，而将亏损再放更大。那了解了这一些，我们就来说说他们崩盘的原因。那在坠机前几周大致是这样的情况。首先在贷款方面，质押的 UST 大约是150亿美元，而这位质押 UST 的人带来28%的可观收益，因为当时大多数人认为这是无风险存在的。而借款方面，市场上则是介入大约10亿 UST， 那根据 Anchor 协议，他们将会向介入 UST 的人收取8%的利息，但是也将会给予他们9%的 ANC 代币。那就让我们假设 Luna、UST 和 ANC 是由同一个实体运营，并共享他们的费用和收入。那如果我们将刚才所说的价值外推到年化收入和支出，我们将会算出 Anchor 协议得到的收入是借出的10亿美元乘以借款人支付的8%利率，也就是每年大约会产生8000万美元的收入。但是需要付给存入并锁定150亿美元的贷方的费用就等于150亿乘以28%，也就是30亿美元，再加上10亿借出的9%支付 ANC 代币，也就是大约9000万美元。所以他们一年的亏损就等于8000万美元的收入减去9000万美元的 ANC 代币，再减30亿美元，也就是等于一年就一共亏了30.1亿美元。再除以365天的话，他们每天的亏损大概是824万6575美元。而这个系统的问题就在于它在设计上存在着缺陷，那它每天损失820万美元，总有一天还是要还的，因为这个系统的设计需要源源不绝更多的钱进来，而不是出去，就像庞氏骗局一样，只要人们把钱留在系统内，那这个系统就可以一直运转。但是反之，当收益率停止或突然挂钩被打破时，人们就会开始对系统失去信心，并意识到是时候摆脱 UST 了。而那时在 Luna 的系统中，人们就开始使用他们的 UST 并在市场上出售，而这就导致1:1的挂钩开始偏离。但是人们仍然可以把你的 UST 变成 Luna 并在市场上出售。那当人们这样做时， Luna 的价格就会下跌，而 Luna 就会开始进一步失去需求量并偏离挂钩。而 Luna 的价格下跌导致人们用他们的 UST 换取更多的 Luna 代币，这也就变成了恶性膨胀的 Luna 代币
并推动价格下跌接近于零的死亡螺旋。那另一个迹象就是当 Luna 的次值少于 UST 时，就会形成了典型的 bank run。这也意味着在储蓄池中，每1美元的 UST 换不了1美元的 Luna。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假设你存有100万在银行，可是实际上银行内只有70万的储备金，那么可想而知，你现在想做的就只是赶快把钱提出来，因为银行并不只是你一个存款人，这也就是导致整个事件崩盘的原因。那解释了这整个 Luna 和 UST 之间的关系、Anchor Protocol 的问题和崩盘的原因之后，那下半部影片将会进入重头戏，我们将会讲到整件事情的导火线、空头机制如何找到缝隙攻击他们，和如今他们要如何自救。不想错过的话，就马上点击留言区势在必得的连结去观看哦。还有记得点赞关注我们的新频道。此外，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势在必得的 Discord 群组，那里将会教大家如何投资加密货币，并且也有跟单群组，而且还是完全免费的哦。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马上到留言区的 Pin Comment 点击链接加入。那也问问这里有谁在这一件事情中遭殃了呢？可以留言区打上1，并与我们交流这一次的经历与心得哦。